我的妈，今天咱要盘的这部剧，看完之后我直接 emo 了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家人们，这剧情离谱到啥子程度呢？这么说吧，强烈建议纳入年度迷惑行为大赏，堪称 YY 网文照进现实的究极缝合怪。故事开场，男主萧凌就在医院里上演生死时速，他丈母娘肾衰竭晚期，眼瞅着就要去跟太奶喝茶了。咱男主那叫一个孝顺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刷卡8000万，搞来了一颗全国唯一的特效药。看到这，你是不是也觉得，哎呦，这女婿绝绝子，丈母娘的贴心小棉袄，连病床上的丈母娘都感动的不行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灵儿啊，你真是个好女婿，亲亲他女儿，有你是修来的福气。”然而，就在男主屁颠屁颠跑去签字领药的时候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护士小姐姐一脸抱歉地告诉他，药没了，被一个姓苏的总裁，也就是他老婆苏雨晴给强行调用了。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这是什么逆天操作？咱自己的亲妈躺在 ICU 等着救命，你当老婆的跑去把救命药给截胡了。看到这，我想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了，咱这位苏总脑回路跟正常人可能不太一样。镜头一转，苏总正端着水对着另一个病床的阿姨献殷勤呢。这位阿姨是谁？他那小白脸情人江泽的妈。苏总倒好，直接把那颗8000万的能起死回生的复活甲给一个只需要吃点消炎药的经验宝宝用了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操作就好比你打游戏开大招，结果对着一个满血小兵疯狂补刀，你队友在旁边都快被人打成盒子了，你晓得不？男主萧凌当场就绷不住了，冲过去质问他老婆，结果你猜苏总啷个说？他压根不信自己亲妈病危，还掏出手机指着一条朋友圈说，我妈正在马来西亚度假呢，玩得可开心了。我的妈呀！看视频的骚棒在弹幕告诉我，这是不是顶级下头女的天花板？那朋友圈是男主为了不让她担心，用丈母娘手机发的。结果这姐们儿信以为真，还反过来骂男主，说他为了博取同情，连诅咒我妈的谎都敢撒，真让人恶心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，这智商是把大脑皮层落家里忘带了吗？更吓人的是，他那小白脸情人江泽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说男主就是嫉妒，编瞎话博关注。这俩人凑一块，堪称卧龙凤雏，天生一对。没多久，丈母娘因为没有特效药，人没了。男主抱着冰冷的遗体，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而咱的苏总此时姗姗来迟，他不仅没有半点悲伤，反而觉得男主在无理取闹。他甚至掏出一张200万的卡，轻飘飘的扔给男主，说拿着给你妈风光大半，也算没白在我们家当了这么多年保姆。啥玩意？保姆？这可是你亲妈啊，姐姐，你觉得我信吗？他从头到尾都没去看一眼死者是谁，就认定了那是男主他妈，这已经不是离谱了，这是逆天。之后，男主为了断绝关系，直接从公司辞职。苏总还一脸不屑，觉得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赚，甚至嘲讽男主是错把平台的能力当自己的能力。结果呢，男主前脚刚走，公司后脚就炸了锅，所有大客户都指认男主，纷纷解约，项目全线崩盘。苏总这才慌了神，开始疯狂打电话求男主回来。但真正的神机反转还在后头。为了逼男主就范，苏总和他的小情人江泽直接把丈母娘的骨灰坛给砸了，还扬言要把骨灰倒进马桶里冲掉。他们以为里面装的是男主妈，想用这个来拿捏他。就在苏总端起骨灰，准备上演厕所扬灰这一惊天动地的孝顺操作时，男主终于开大了。他冷静地看着他，警察也在这时赶到。苏总还叫嚣着说一个老太婆死有余辜，男主只是冷冷地告诉他，你瞪大眼睛看清楚，你亲手害死的，要亲手冲进马桶的，不是我妈，是你的亲生母亲。那一刻，苏总脸上的表情堪称身临其境的神级演技，从嚣张跋扈到瞳孔地震，估计 CPU 都烧干了。